哦，这个头是可以亮的。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那么今天呢，和你们介绍的是这款来自于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复仇者联盟4量子战衣版托尼斯塔克》。其实这套衣服你叫它量子战衣并不贴切，因为在原作中呢，它并没有什么战斗的场景，它的存在呢，就是为了进入量子通道，以达到一个穿越时空的效果。所以说，在包装盒上呢，可以看到本品的官方英文名呢是 Tony Stark Team Suit， 也就是队服版的托尼斯塔克。考虑到剧中在进入量子通道的时候呢，大家所穿的衣服除了战争机器之外呢，都是大同小异的，所以说我觉得它叫做队服版的托尼斯塔克这个名字还是比较贴切的。当然了，由于在剧中登场的时间较短，也没什么出彩的表现，所以本品的人气呢，从公布之初就并不算特别的高。但是我想一下，涛哥测评好像最近也确实没有做什么正儿八经的 Hot Toys 产品测评啊。我们最近一直在玩假面骑士腰带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还是有必要把老本行捡起来的。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款 Hot Toys 的队服版托尼，它的表现到底如何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主体啊，因为是采用了全包胶的设计，所以说全身上下呢是没有任何一点关节外露的情况存在的，也就是说毫无破绽。那么这一点呢做的还是挺不错的。造型方面呢，跟原作的还原度相比较起来，我觉得也还不错吧。整体的配色呢，主要是采用了白色、红色和灰色相搭配的这样子一个配色方案。其实我会感觉在设计上有点像我们中小学的那个校服啊，只不过整体的这种造型上呢，还是要比我们的校服美观一些的，对吧？那么凑近来看呢，你可以发现在战衣的表面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细节纹理刻画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啊。另外呢，在胸部、包括手臂的外侧，还有小腿部分呢，它都是用这个硬胶材料制作了这个外甲。那么整体来说呢，摸上去的手感，它和本体的这种软的包胶材质啊，也是不太一样的。那虽然说这个衣服的做工呢，包括整体的裁剪，我觉得没什么大毛病啊，但是还是有些缺点我要提一下的。首先呢，就是外甲部分的金属红色和战衣内衬上面的这个金属红色呢，因为材质的不同，所以说它们的发色是有着很明显的色差的。这一点呢，其实相较于原作中来说，我觉得还原度呢就打了一定的折扣了。另外，白色部分的发色呢，相较于原作中的表现来说，我觉得也有点太偏冷色调了。如果说能做的稍微暖白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在颜色的还原度上呢，可能会更好一些。不过有一说一啊，这套战衣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呢，就是背部的这个纹理设计，看上去还是挺好看的。同时呢，在腰部的两侧可以看到，它这里呢也是有这个银色的小护甲，作为一个装饰条的存在呢，还是比较提神的一个设计。在左手的手背部分呢，会比右手多一个穿越时空的量子装置的细节刻画。同时呢，在脚底可以看到这个脚掌上面也是光秃秃的啊，没有什么鞋底的纹路细节。在电影中，肩膀两侧的红色部分呢是可以发光的，但是玩具呢就没能还原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比较可惜的。真人头雕方面呢，确实是沿用了之前马克46、47，包括50里面的那个真人头，模具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区别仅仅只是头发两鬓啊，包括整个皮肤还有胡子部分的涂装有所不同了。但是呢，因为采用了不同的涂装，所以说带出来整体的效果上呢，这颗量子战衣版的真人头雕看上去就要比之前的要稍微老一点。只不过与原作形象对比的话，其实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因为基础模具没有换，所以说皱纹的刻画包括发型什么的都不太对啊，所以说并没有很好的再现出原作中那种沧桑苍老的感觉。我觉得这一点呢确实是比较可惜的。另外，这个真人头呢，如果你想和之前合金压铸马克85里面那颗进行互换的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顺便呢，我个人猜测，就是这款量子战衣版的真人头雕，其实也就是之后大陆版马克85里面更换头雕那个版本了。你要不信的话，等到时候出货，我们做个对比视频啊，一看便知。
这里多说一句啊，因为在电影中他们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嘛，所以说有人可能会想，我能不能通过给这款产品换上不同的头雕来再现出不同的人物造型呢？我这里呢拿出 HT 复联4的美队和鹰眼头雕来看一下啊。在头雕的底部呢，它们比托尼头会多一个转接器，所以说因为转接器的存在是没有办法进行完美的替换插拔的，除非你把这个转接器给它拆掉。但是转接器本身跟头雕之间的连接也非常紧，强行拆除的话呢，是很有可能损害到头雕本体的。所以说我觉得这里呢，大家也不推荐去尝试进行替换头雕。那么厂商这样做呢，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理解，毕竟在商业行为上，如果你可以随便替换头雕的话，那么它后续还怎么出其他的角色来骗钱呢，对吧？可动性方面呢，因为是采用了全包胶战衣的设计，所以说对于它的关节可动性，我们天生就不会抱有过高的期待。那么一番把玩下来后呢，确实是会发现包胶战衣的存在对于关节可动幅度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局部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呢，也会因为包胶战衣的关系啊，会出现关节回弹的现象。但是有一说一啊，整体的可动性呢，依然是要比我之前预计的要好上一些的。虽然算不上超可动，但也绝对不是个植物人，勉强的摆出这个砸地 pose 呢，问题还是不大的。不过因为本品呢是全包胶的战衣，所以说在摆出大范围动作的时候呢，长时间摆放会让战衣表面容易出现不可修复的折痕。从爱惜玩具的角度出发的话，如果你平时展示的话呢，我更推荐你以战士的状态进行入柜摆放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产品的配件啊，其实这个内容附属物呢真的非常少啊。那么造型手方面呢，一共就给了2对，一对是握拳手，一对是开掌手型。细节的刻画呢，包括涂装都还可以，替换起来的手感呢也不错。但这确实是我玩过 Hot Toys 1:6人偶中造型手给的最少的一款了。在替换的头盔头雕方面呢，整体的造型还是挺好的。可以透过正面的蓝色透明件来看到里面的人物五官形象，同时呢，在蓝色透明件表面的点状纹理呢，也有通过涂装的方式很好的进行了还原。头盔表面的细节刻画，包括分色涂装呢，还算是比较精致。只不过在我这款产品身上面呢，在额头处的一侧出现了涂装中奖的情况，所以说厂商的品控呢，还是有待加强的。可能是因为电影中他们戴上头盔的方式呢，在玩具实体化之后呢，比较难以得到完美的还原，所以说这款产品的头盔是不具备打开机构的。那我个人觉得也可以理解吧。那么头盔头雕的替换呢，就是简单的插拔，这个就没什么特别好说的了。同时呢，因为头部跟脖子是2块独立的分件，所以整体的可动幅度呢，会比单纯的真人头雕要来得更好一点。拆下天灵盖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有开关跟电池仓的，装入3节纽扣电池之后呢，就可以给它进行供电了。拨动开关可以发现，在额头处呢会有一块光源亮起来，整体的效果初看之下是真的很不错。但是呢，可能因为电池太小、电力不足的关系，亮了一会儿之后呢，整体的光效就会变得非常的微弱了。其实这也是 Hot Toys 钢铁侠系列产品的一贯通病了。我不知道厂商后续能不能给我们在这种地方换一些大一点的电池，至少保证电力的供应充足一点嘛，对吧？要不然的话玩起来真的是还挺蛋疼的。那最后呢，可能是因为量子战役的技术一部分来源于蚁人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头盔头雕在轮廓上呢和蚁人也会有那么一点相似。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产品里面附属的马克50头盔啊，在造型上呢是很好的还原了复联4电影开头托尼在飞船上给小辣椒留下讯息时候的重度战损状态的。表面的旧化涂装跟细节刻画呢，我觉得还可以。眼睛处呢也是用到了透明材质来进行还原的。不过头盔内部的细节刻画呢就有些偏肉了。同时呢，因为整个头盔是一个中空的造型，所以自然是不可能做出什么发光机构的，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小摆件。而且因为这颗头盔它跟量子战役版托尼在剧情上是没有什么关联的，所以说强行让这个配件跟主体搭配把玩的话呢，也会感觉有那么一点奇怪。不过其实也很好理解为什么这款产品会附属这么个玩意儿，就是因为量子战役版的托尼确实没啥配件好给了。如果连这个头盔都不附属的话，可能在产品的配置上呢，会觉得有点太寒酸了。所以这么个玩意儿呢，我觉得反正聊胜于无吧。最后在地台方面呢，就是常见的6边形制式规格，所以没什么特别好说的。那么地台表面呢，也就是这种复联4的 logo 的设计，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把地台表面的图案做成电影中量子通道开启的那个地板的造型，是吧？这样子人偶站上去的时候呢，也会更加具有临场感。可惜厂商并没有这么做，所以说我觉得这款地台呢，无论是在它的规格，包括在设计上呢，其实都是比较敷衍的。
那看到这里你会发现，这款产品可以拿出来讲的点呢并不多。一方面呢，是因为在电影中的登场时间就比较短，也没什么特别出彩的表现，所以说没什么配件好附属的。那可玩性跟人气不高呢，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一方面就是本品的头雕依然是沿用了之前的老模具。试想一下，如果 HotToys 可以按照电影最新形象打造一颗全新的真人头雕的话，那么这款产品一定会比现在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换句话说，本品未来的市场表现呢，应该是不容乐观的。从目前快货价格来看这是800联盟喜提新成员的节奏啊。不过话说回来，本品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至少在战衣表面的裁剪工艺还有整体的可动性方面呢，还是给了我一定惊喜。所以说这款产品我觉得比较适合那些想要制霸 HotToys 复联4全线产品的玩家，或者是托尼本人的真爱粉入手。但如果以上两种人群你都不是的话，那我觉得这款产品买不买就完全看你自己了。不是特别喜欢的话，看看我的视频就好，省下来的钱呢，用来买其他自己更喜欢的玩具，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同时也别忘了给我们3连支持一下，你的支持对我们非常的重要。那么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